欢迎来到月下传说馆，我是你的讲述人。在这里，我们将一起探索那些神秘的都市传说。今晚的故事准备好了吗？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传闻？如果某天深夜，你收到一条陌生短信，邀请你搭乘地铁的末班车，无论如何都不要答应，否则你可能永远无法再回到熟悉的世界。这是一个关于午夜地铁的诡异故事。传说有一列特殊的末班车，每当凌晨的钟声敲响时，它便悄然出现在某些城市的地铁站台。它看起来与普通的列车无异，却只接纳收到邀请的人。那些踏上这列车的人，有些再也没有回来，而有些则回来后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关于末班车邀请的传说，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。当时一名年轻的地铁站务员在夜班时，目击了一列本不应该存在的列车驶入空荡荡的站台。列车没有任何运营标识，但却稳稳停靠，车门也像常规列车一样自动打开。他并未察觉异样，走近询问是否需要帮助，却看到车厢内空无一人。但当他刚想走上车厢时，一阵强烈的冷风吹来。他听见耳边有一个沙哑的声音说：“他不是为你来的。”那一刻，他全身起了鸡皮疙瘩，慌忙跑回了办公室。几天后，这名站务员辞职，声称自己再也不敢接近任何地铁站。后来，有越来越多的故事提到末班车，而一个关键的细节开始浮现：收到短信邀请的人是唯一被允许上车的乘客。阿亮是一名夜间兼职的大学生。某天凌晨，他下班回家时，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，内容是：“你累了吗？来搭末班车吧，他会直接送你到你想去的地方。”短信附带了具体的站台和时间。刚开始，阿亮以为是恶作剧，便没有理会，但等到地铁站时，他发现真的有一列末班车停在那里。车厢干净明亮，像是刚上线的新车。他好奇地走了上去，却发现车厢内没有其他乘客，只有一个穿着整齐制服的车长微笑着对他说：“欢迎上车，旅途愉快。”阿亮搭上车后便失去了联系，他的朋友们都以为他失踪了。直到1个月后，他突然出现在学校，但整个人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他不再与人交谈，也从不提起那晚发生的事情。唯一奇怪的是，他的脖子上总是戴着一条看似普通却无法取下的项链，似乎是某种标记。林姐是一名事业心很强的白领，经常加班到深夜。有一天晚上，她在回家的路上，也收到了那条神秘短信：“搭上末班车，你就不用再为生活奔波了。”短信发来的时间恰好是午夜0点。林姐感到有些害怕，但也无法抵挡摆脱压力的诱惑。当她到达地铁站时，果然看见了短信中提到的列车。她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走了上去。上车后，她发现车厢内部似乎随着她的步伐发生了变化。刚开始是明亮干净的座椅和窗户，但很快窗外的景象开始模糊，似乎变成了一条永无尽头的黑暗隧道，而座椅的颜色也逐渐变得斑驳，甚至渗出血迹般的红色。林姐试图逃跑，却发现车门已经紧闭，手机信号也完全消失。最后，她说自己模糊记得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轻声低语：“别害怕，我们只是帮你选择了一条更轻松的路。”几天后，
林姐被发现昏倒在一条废弃的铁轨旁，但醒来后完全失去了记忆。阿三是一名专门喜欢挑战都市传说的探险者。当他得知末班车的故事后，特地在传闻提到的站点守候了整整1个星期。终于在一个夜晚，他看见了传说中的列车。他按照计划用摄像机记录下了全过程，但当他走进列车时，摄像机却突然停止工作，所有的设备都无法正常运行。他带着些许恐惧上了车，发现车厢内的布局完全违背常理。车厢的尽头没有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面布满裂痕的镜子。镜子里映照出的不仅是他自己，还有许多陌生的人影。阿森试图拍照，却发现相机里只出现了镜子，没有他自己的倒影。最终，镜子里的人影逐渐靠近，他的意识也开始模糊。第二天早晨，他被朋友发现昏迷在地铁站，摄像机里的画面全部损坏，但录音里却有一个低沉的声音重复着一句话：欢迎回来。关于末班车的传闻有几种说法，有人认为末班车其实是一列牵引亡魂的专列，那些收到邀请的人，要么是心灵被困的人，要么是即将面对死亡的人。另一些说法提到，末班车是某种邪灵的游戏场，他们通过短信将猎物引上车，折磨他们，直到他们失去理智。最离奇的说法是，这列车其实通往另一个世界，那些上车的人只要能完成某种任务，便可以选择留在那个世界或返回现实。如果有一天你在深夜收到这样一条短信：搭上末班车，它会带你到达终点，你会怎么做？拒绝它，还是冒险一试？毕竟终点并不一定是你想象中的地方。今天的传说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些故事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下次再见，月下继续相伴。